大家好啊！最近的新闻看了没？咱中国的仪仗队啊，上次刚在这个越南引起了个小小的骚动，哎，这次他又在莫斯科红场上露脸了。哎呦喂，那叫一个帅啊！这俄媒都说了啊，咱中国仪仗队的正步啊，比他们俄罗斯本土的部队啊，更像苏联老大哥那味儿。那天晚上啊，这个莫斯科红场上是灯火通明啊。这俄罗斯啊要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，他搞阅兵彩排呢，突然那强军战歌就唰的一下就响起来了。咱中国的兵哥哥们啊，那是穿着笔挺的军装啊，迈着整齐的步伐就出来了。哎呦喂，那气势啊，那叫一个精神呀！这可是咱中国的第一男团呀！他们一出来啊，全场都炸了，那队列、那步伐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呀！你想想这个300米的这个路啊，它每一步啊都是75厘米，一点都不差。歌唱祖国这个一唱起来啊，路边那些中国留学生啊，还有一些俄罗斯老百姓啊，都是举着手机咔咔咔的拍啊。有人还跟着哼歌，有人还跟咱那个兵哥哥去比身高。后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次我们来的仪仗队的兵哥哥们非常的高，看着真的是有2.1米。旁边的俄罗斯人也说啊，真的很高。然后过去一个，还有人喊不追网红不追兵，就追中国仪仗兵。哎呦喂，你看这话说的真提气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有个年轻的战士唱歌的时候眼眶都红了哦，这个照片一传到网上，那立马都火了。这个中俄两边都上了热搜。哎，你说咱中国的兵哥哥就是这么招人稀罕啊！越过高山，跨过冰原，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，我们亲爱的祖国，走进走向繁荣富强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走进走向繁荣富强。在
当晚呀，还有一幕，就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，他高举日本投降号外，喊着口号，也是特别有意思。听党指挥，昂打宣战，做方兴武。你以为他们是随便走走就这么好看吗？那可不是哦。那为了这次亮相啊，他们是下老大功夫了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红场那个地儿啊，它不是那个水泥地啊，它是那个鹅卵石铺的，是有一点坑坑洼洼的。那一不小心可能就崴脚。为了适应这个地儿啊，他们就专门在这个国内啊找这个碎石路练，啊，就是为了保证走起来稳稳当当的。哎呦，那步伐这个俄罗斯走的是大正步，它一步是80厘米。那咱中国仪仗队它是不一样的，它一步是75厘米，但是频率快啊，1分钟116步，这样走起来就是既符合红场的窄窄的地儿，又能把这个气势啊给走出来。这次来捧场的国家那可不少啊，起码有19个，像中国啦、印度啦、伊朗啦、哈萨克斯坦啦这些重量级嘉宾都来了。还有个劲爆消息啊，听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可能要偷偷摸摸的去参加阅兵，哎，想给这个特朗普那个24小时停战承诺啊找个台阶下。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突然冒出来说，乌克兰没法保证参加阅兵式的各国领导人安全，还暗示俄罗斯可能自导自演袭击事件，然后赖到这个乌克兰头上。俄罗斯也直接怼回去，要是5月9号真发生了袭击，谁也保证不了10号的基辅会怎么样。俄外交部发言人更狠啊，直接就骂泽连斯基暴露新的纳粹本质，说他的话是对多国领导人的直接威胁。哎，泽连斯基啊，其实这算盘打的也响呢，他是想干嘛？他想拆普京的台，想制造这个莫斯科不安全的舆论啊，就是让一些这个国家不敢去，还想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啊。这个乌克兰它急需一个大新闻，重新成为一个国际焦点，最后肯定还是想试探俄罗斯的底线。这乌克兰军队最近在这个战场上是节节败退啊，就想用这个超限战逼俄罗斯让步。这为了保证阅兵顺利啊，普京之前还高调宣布5月8号到11号停火72小时，结果泽连斯基啊直接拆台，3天停火就是演戏，我们要30天。这两个人啊，一个说停火是为了人道主义，但暗地里说乌克兰要是趁机反攻啊，俄罗斯就要加倍奉还。那另一个呢，要求停火30天，其实就是想拖延时间啊，等这个西方国家的新援助，还想赌俄罗斯国内的舆论压力，让这个普京妥协。这特朗普之前还吹牛说，24小时就能结束战争，哎，现在呢却放任国务卿卢比奥偷偷摸摸的去俄罗斯。乌克兰的威胁啊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像无人机袭击了、特工渗透了，那都得防着呀。这俄罗斯军事专家都说这个泽连斯基他要是真动手了，最有可能还是选择象征性袭击啊，让这个普京难堪。
说回咱中国这个角色啊，那是最受关注的呀，是既派这个仪仗队高调亮相，又一直保持着外交辞令，出席阅兵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，不针对第三方。这场阅兵啊，更像是一场豪赌啊！普京是想证明俄罗斯越制裁越强大，但是现场出了事儿，那就丢人丢大了。泽连斯基啊是想换取西方国家的援助，但要是玩火玩过头了，可能就招来俄罗斯更猛烈的报复。再送泽连斯基一句中国老话啊，玩活着必自焚。最后啊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外国网友看到咱的仪仗队啊是怎么说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小懒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关注哦，感谢。